Nightmare. Home invasion in Waterloo, Ontario. 6 armed men come to this Waterloo home at 5 in the morning to break into their home and steal their Rolls-Royce Cullinan. This is terrifying, guys. This is happening all across Canada, all across Ontario. You can see now, they've gotten the keys, they've entered the home. Now they're all running around to the back. Security system's going off, and now pandemonium is happening. He's just driving right through the gate of this Rolls-Royce, right? All that, the entire bumper is damaged. He doesn't care. He's taking the $600,000 Rolls-Royce vehicle, driving it over the gate and getting out of here. 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说起来啊，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加拿大，偷车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害。我有朋友，他们是公寓的车库里就被偷过，报警也没用，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自己走保险，搞得是人心惶惶。最近啊，全国上下更是被肆意横行的偷车贼搞得头疼不已。而就在人们把怒火转向警察无能、办事不力的档口，2024年3月14号，多伦多警方一次普通的通告会，却把市民的愤怒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原因呢，是面对日趋猖獗的汽车盗抢案件，光头警长给民众的建议居然是：你们呀，就把车钥匙装在专门的小袋子里，放在大门外面吧。这是什么原理呢？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ttacked in your home, leave your fobs at your front door. Because they're breaking into your home to steal your car. They don't want anything else. A lot of them that they're arresting have guns on them, and they're not toy guns, they're real guns. They're loaded. 加拿大的警察呀，早就饱受诟病了，很多人都抱怨他们平时除了开罚单之外，就不干什么人事儿。那现在好了，不去抓贼，反而让市民把车钥匙乖乖奉上。这个言论一出啊，简直是在公共厕所里头丢炸弹，激起的公愤啊！在无数网友的怒怼当中呢，点赞最高的一条就是：好，下一步警察就会建议咱们把钱包也放在门口。对了，别忘了把密码也写给人家算了。而更多的人啊，则疯狂吐槽说，多伦多作为加拿大房价最高、涨幅最快的城市之一，老百姓辛苦半辈子买个房，不但得不到安全保障，警察反而帮着盗贼做事，简直是岂有此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警方啊，对此的解释是：你们不懂，现在的盗车贼呢，已经不是偷了，而是组队明抢啊！如果他们弄不走你的车，丧心病狂之徒啊，甚至会带着枪械、砍刀入室抢劫。到了那个时候，你的损失可就不只是车子这么简单了，搞不好小命都会搭进去。生命宝贵，舍财免灾啊，所以不如主动认怂，就从了人家吧。为了证明所言非虚呢，警方还放出了一段视频，监控摄像拍下的画面显示，4个蒙面歹徒轮流疯狂踹门，不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行事作风，都像是恐怖片《人类清除计划》里头的情景，让人看得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幸好啊，这家人的房门足够结实，没被踹开，否则搞不好真的被灭门都有可能。这一波解释啊，是没起到任何效果。那你警察不去抓这些歹徒，反而过来教我们束手就擒，这合理吗？那面对网友的愤怒，警察反而委屈起来了。不是我们不想管，这偷车的太多了，实在管不过来。我们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警力根本就搞不定啊。所以呢，这事儿只能交给国家去负责了。您别说，警察叔叔还真没夸张。就在这次新闻发布会10天以后啊，位于渥太华的联邦政府已经正式立项了，将汽车盗窃列为国家层面的危机事件，并且表示会成立专门的国家行动计划，要重拳出击了。不过你说，这堂堂一个大国，居然被偷车贼搞出了国家安全危机，这事儿让人听着既无厘头，又充满了无奈和对弱鸡政府的愤怒。那我们不禁好奇了，到底情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几年前啊，咱们 M2 的主笔猫爱了，他家邻居啊就丢了一辆丰田 RAV4。那个时候啊，丢车还没有现在这么高发，但也是报警后几个小时才等来了一位警察。这警察倒是很贴心的安慰邻居，说 Monsieur， 我知道你很急，但您先别急，您呢不是唯一的失主，今儿早上就是我的辖区丢了3辆同款车呢。你说他倒是很骄傲啊。这警察呢接着就说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您这车型啊，油耗低，保值高，北美神车啊，所以呢才被盯上了。我估摸着应该是有国际集团下了订单，
就是要您这款。邻居听他这么说，甚至产生了有种被灵性的感觉。那警察之所以能够这么风轻云淡，就是因为即使找不到，也有保险公司在后面兜着。而保险公司在这个事上早就是轻车熟路了。他们拿到警察的出警号码以后，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理赔工作。在跟失主进行一系列的问答之后呢，要一些辅助的证据，就可以填写索赔表格了。那简简单单走走流程，就能够拿到索赔金，失主就能去买新车了。那至于赔偿的具体金额呢，要看每个人都保了什么项目。如果你买的是赔偿新车，那保险公司也会毫不含糊的赔你一辆同款新车，否则呢，就会根据你被盗的车子进行估值来赔。这么说吧，丢过车的人呢，从开始的惊慌愤怒，到后来警察给你做心理按摩，再到走完理赔程序，最后结果情绪一般比较稳定。那有同学就会问了，保险公司岂不倒了血霉了？您想多了，保险公司他才不做亏本买卖呢，羊毛都是出在羊身上。索赔完了之后，你的保费会大涨。如果不幸被小偷给盯上了，再丢了第2辆甚至第3辆，那么很快保费就会滚到天价，甚至有些保险公司会拒绝给你上保险，你只能花费更多的保费呢去找下家。而就算你是那万里挑一没被小偷眷顾的天选之子，依然逃不过每年保费的上涨。理由呢，是现在这样一个迟早被偷的大环境下，只有你为人人之后，才能人人为你。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的羊毛不够用了，所以不管是猪毛、牛毛还是兔子毛，都先薅上一把再说呗。哎，别提了，我呢就是这被薅毛大军中的一员，说多了都是泪啊。可能看到这儿有同学又要问了，这警察到底干嘛吃的？要是警察能够第一时间把丢的车给追回来，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警方的话来说，就是当你在发现车子被盗的时候，你的爱车很可能就已经被装在某个集装箱里头，在大海上飘着了。现如今加拿大的汽车盗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跨国团体，每个环节都由不同的人负责，环环相扣，切实的做到了盗窃、运输、销售一条龙。比如偷车这个事儿，看似随机吧，但是实际上呢，大多时候提前几天甚至几周，就已经有人在暗中跟踪踩点了。车子的型号、颜色，甚至是车子上的序列号，都被人拍成照片传到他们自己的网站上，供买家挑选。一旦有人决定下单，那么盗窃组通常能在几个小时内就把车给搞到手，然后另一组人马就会日夜兼程的将车子送往最近的码头，装入集装箱，运往非洲或者是中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效率堪比亚马逊的2日送达。而这个时候可能警察那边连登记失窃的报告都还没写完呢。于是呢，在努力办案和放弃躺平这2个选项中，警方果然选择了努力躺平那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找车，还不如让失主直接去找保险公司索赔来的省时省力咱们的这个业余社会经济学家猫爱了，因此得出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结论，那就是保险发达的社会，警察最无能。我呢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也有很多车主心有不甘既然警察指望不上，咱们就努力自保吧。一时间是各出奇招，百家争鸣。最基本的操作是选择在方向盘以及车轮上装上专用的防盗锁。高端玩家会不惜花大价钱，在门口的车道上装上可以自动升降的金属柱，用纯物理的方式来保住爱车。但是这些操作在那些专业的偷车贼眼里都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CBC 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中呢，不管是锁方向盘还是锁轮胎，都能在几分钟内被一位已经金盆洗手的前盗贼轻松打开。远程点火、按键启动这些高科技则能通过黑镜驾驶系统的软件一键解锁。据他说他的偷车水平在道上也不过就是个中等偏上，如果有帮手或者是工具趁手的话，那么他们开锁的速度估计比你拿钥匙都快。而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护栏，其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首先这玩意儿的防盗区域非常有限，你的车子总不可能一直停在门口不动吧？一旦开出去了，不管是在停车场还是在路边，被盗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再加上它的安装成本极高，最基本的款式都要过万。如果地基特殊或者是车道太宽需要加装，最后可能就跟车价差不了多少，完全得不偿失。
更尴尬的是啊，在天寒地冻的加拿大，你那自动升降系统可能会被整个冻住，需要车主顶着寒风暴雪，手动把冰敲掉，才能把车开出来。真正的狠人呢，会选择在车上加装一个能够远程熄火的装置，作用类似于 iPhone 的锁死变砖头，主打一个就算我开不了，你也甭想拥有。但是啊，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这种做法在加拿大是属于违法的。警方给出的理由呢是，如果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强行熄火，会引发车祸的风险。也就是说，万一小偷开着偷来的车发生了车祸，车主不仅会面临天价索赔，很可能还会因此吃上官司。但是啊，这就让人整不明白了。你说被偷的和这偷车的，到底哪一方才是被法律保护的呢？这个问题真得好好问问，因为就算是被警察真的给逮到了，法律对偷车贼的判罚也是轻到令人发指。如果是初犯且主动认罪的话，一般会入狱4到6个月，就算放出来1年之内二进宫，刑期啊最多也不会超过1年半。而在现实中，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认罪，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呢请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律师，让警察根本就无法立案，或者说是在开庭前进行撤诉。这个呢是后话，我们待会儿会细说。当然了，也有人剑走偏锋，选择把车子进行特殊涂装，觉着如果自己的爱车成为街上那个最靓的仔，偷车贼啊就会顾及目标太明显而放弃。这一派的代表就是一位多伦多的有钱大佬，花重金把自己的法拉利给涂成了俗称的屎黄色，也算是丑出了圈啊。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实在是很傻很天真。对方都已经是跨国大型犯罪集团，有组织作案了，给车子重新喷个漆，改装一下小 detail，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结果那位大佬的法拉利开了不到1个月后就毫无悬念的被盗了，至今仍未被追回。还有人呢想给自己找个白道靠山，比如住在警察扎堆的社区，或者干脆就把车停在警局附近。这下可没人敢打我的主意了吧？可是警察们却表示，可别，他们连我们的车一样照偷啊。2023年8月底，距离蒙特利尔一河之遥的 Longueuil， 警察局长的车子就被偷了，你敢信？而且呢，这还是一辆经过专门改装、加装了防弹玻璃的公务用车。不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偷走，而且这车里头还装着他的钱包、证件以及警徽。好在警枪被他随身携带，才没被一锅端走。尽管在全体警察的努力下，车子最后在距离被盗地点近100公里的地方被找到，钱包、证件也被热心的路人在公园的垃圾箱里头翻出来，但是里面的几十块现金早就没了。那相比那些什么都没剩下的受害者，局长的这次被偷可谓是伤害性不高，但是侮辱性极大。这下网友们都嗨了，在这个新闻下面疯狂的留言嘲讽，堂堂的一个警察局长居然连钱包证件不能留在车里，这种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看来还是被偷的少了。而更多的人则吐槽说凭啥局长的车就能这么快找回来，我们的车被偷了就劝我们认栽呢？明显是个态度问题嘛，不是找不到，而是根本就不愿意找。总结来说警方的消极怠工，法律的处罚轻微，加上犯罪成本极低，利润又极高，让偷车这个行当以每年40-50%的速度飞涨。仅在大多伦多地区，平均20分钟就会有1辆车被偷。于是就有游戏迷指出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的缩写 GTA 跟侠盗猎车的名字一样，可不就指着你这块偷吗？就是因为这些奇葩又无奈的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不仅是多伦多，整个加拿大都陷入了买了偷，偷了买，越买越偷，越偷越买的怪圈中。仅2023年1年就造成了高达10亿的损失。不过有一些比较较真的人，他拒绝躺平，非要找着自个儿的车不可。这不，今年1月份，一个名叫 Andrew 的多伦多男子就干出了这样一件壮举，通过小小的 AirTag， 硬是在地球另一边的迪拜找到了自己丢失的 SUV。 这大哥丢的是一辆加长版的 GMC Yukon， 常年稳居被盗热门车型的前几开着这样的车上路，在偷车团体眼中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装了4个轱辘的活动小金库但是呢，这大哥就是偏爱这辆硬汉座驾。其实他上一辆车就是这个 GMC Yukon， 但是只开了半年就被偷了。大哥头铁又买了一辆，
吸取了上次被盗的教训，不仅专门加上了方向盘锁和排挡锁、电子防盗报警装置，还在车子的2处非常隐秘的角落藏进了2枚 AirTag。 结果就像咱们先前说的那样，不管是机械防盗还是电子防盗，都没能挡住那些神通广大的偷车贼。他的这辆新车在到手之后不到3个月，又被人从家门口的停车位给偷走了，使用寿命只有前车的1半。而当他打电话报警时呢，跟前一次一样，警察要他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在面对追回车子的要求时呢，警方的回复那弦外之音居然是：谁叫你买这种小偷爆款的？这种灵魂发问，跟那些指责被骚扰的女性是不是你把裙子穿太短了，是不是你晚上一个人出门了，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简直是如出一辙。抱着一种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Andrew 登录了自己的 iPhone 账户，查找那2枚 AirTag 的定位，结果发现对方正在以每小时120多公里的速度往北驶去，最后停留在了一个地方。用谷歌地图进行放大，发现正是旺市铁路线的货运车站。拿着这个定位 ，Andrew 再次去警察局报警。在等待了整整2天之后，警方回复说他们会派个人过去看看。通过 AirTag 的定位，警察最后在上百个大型集装箱里头锁定了2个嫌疑最大的。经过再三确认，认为车子90%就有可能在其中一个集装箱里头。眼看着就要追回爱车了， Andrew 心里是美滋滋。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警察在拍下了这张集装箱的照片传给他之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I said, "Officer, you must be right there." He's like, "Well, here's the picture. This is what I'm looking at right now." I said, "Fantastic. You did it. Go get the truck." And he said, "I can't." 警方双手一摊，说我们没有开箱检查的权限，你必须要联系铁路管理局，向他们的安保人员进行申请。结果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发邮件， Andrew 的请求都石沉大海。1周以后，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那2枚 AirTag 移动了起来。这次速度倒是不快，目的地也非常明确，就是隔壁的魁省蒙特利尔港口。于是Andrew 又联系了魁省警方，他们的回答更是干脆的要命。港口那这个得归加拿大边境处管了，你找他们去。而边境处则回复说，有关开箱这事儿你得写申请打报告，然后呢，我们会派人过去评估，确认你的车子真的是在里头，才能联系登记的那间进出口公司打开检查。这个流程大概需要4个月。其实讲到这儿我已经快气炸了不知道听故事的大家是什么感觉但是呢，这就是加拿大的真实情况。听了这个话，你想当事人 Andrew 更是差点一口气没背过去，说4个月，车里估计耗子都能生几窝了。但是对方依然慢吞吞的打着官腔，说没办法呀，你看我们港口每天吞吐量那么高，人手又严重不足，这几万个货柜它就是挨个走，咱们快查一圈都得好几天。所以我跟你说4个月还是乐观的呢，搞不好半年1年都有可能。而与之完全相反的是盗窃集团的高效率在仅仅停留了3天之后，车子就被装船运走了。然后 Andrew 就开始每天跟着那2个 AirTag 来了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云旅行。根据他手头的截屏记录呢，在离开港口后不久 AirTag 就哑巴了，因为它的原理是蓝牙通信，需要附近9米左右是要有 iPhone 它才能有信号。那等到15天后，当 AirTag 再次出现信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了。在这个全欧洲最大的港口待了2周后呢，再度开启了移动模式。这次的目的地是中东的迪拜。好在 Andrew 的父亲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律师他通过自己当年的人脉联系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然后又通过他们找到了一个迪拜当地的私人侦探事务所，以每小时1000加元的高价雇了一名侦探。根据 AirTag 给出的信号定位，侦探一路追踪到了当地最大的一家二手车行。他假扮成要买车的客户，进入了那个停着上千辆车的大型停车场，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 Andrew 丢失的 SUV。 而这个时候距离他的车子被盗已经过去了50天。根据侦探发回来的照片，车子外观非常完好，甚至连驾驶的公里数都跟他丢失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看来偷车贼还真是个讲究人车子到手之后呢，能不开就别开，尽量用别的交通工具进行运输，为的就是要尽可能的保值。
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他的车子旁边停着的那密密麻麻的一排，全部都是同款车，有的甚至还挂着美国和加拿大的车牌呢。看来这个偷车爆款实在是实至名归啊！可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根据车行给出的文件，这辆车是他们从一间国际进出口公司收购进来的，一切手续齐全，合理合法。而当他们找到那间公司的时候呢，对方却说他们只是负责运输和办理清关手续的，车子到底是个什么来历，是否为赃物，他们一概不知。明眼人啊都能看出这纯粹就是睁眼说瞎话，但这也是此类大型犯罪集团的高明之处，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分工明确，上下游的信息几乎不进行流通，即便是警察找上门来，也能把责任降到最低。可能看到这儿，很多同学都跟我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说中东那种富得流油的地方，居然还需要买二手车吗？而且还是这种偷来的二手车。其实根据国际刑警组织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90%的被盗汽车都流入了中东和非洲的尼日利亚。在飞沙走石、气候炎热的沙漠地区，马力强劲、空调给力、内部宽敞，还不怕刮花底盘的 SUV， 其实非常受到土豪们的青睐，是日常出行、接送孩子的保姆车首选。说白了，就是不是跑车买不起，而是 SUV 更有性价比。这几年呢，随着疫情停工以及俄乌战争引起的原材料短缺，汽车的价格在中东也是一路的水涨船高。尤其是在富豪们没耐心等待、买到就要看到的心态下，保养良好且公里数不高的二手车，有时候会比一辆新车卖的还贵。而这么好条件的车呢，通常很少会有车主主动的去卖，于是就给偷车团伙带来了无限商机。一边是偷的容易，一边是卖的容易，可谓是秦始皇照镜子，双赢啊！而且呢，这一行里还有自己的一条鄙视链，比如品相好、价值高的车会被送往中东，差一些的呢会被卖到非洲，而车龄太大或者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损坏的车，也会被拆成零件卖给中南美洲的改装厂、修车铺，就是要做到物尽其用。咱们继续来说说那个倒霉的车主 Andrew 他在二手车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呢，又委托侦探去跟迪拜警方寻求帮助，但是对方更是懒得去管这种小事儿，以证据不足、权限不够为理由各种推脱。看来在踢皮球这个事儿全世界的警察都有当球王的天分。最后呢，侦探只能无奈地跟 Andrew 提出，你现在只有花个8万美金把这个车呢从车行老板手里买下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回多伦多。而他也劝说 Andrew 干脆就放弃吧，因为这买车的花费和运费完全够你再买一辆新车了。甚至就连保险公司都折服于 Andrew 的执着，表示可以按照上限给他赔付。令人意外的是Andrew 他两条路都没选。在他看来，如果自己掏钱买车再运回加拿大，相当于是变相的鼓励了偷车的行为而接受保险公司的理赔呢，也就意味着他选择加入躺平大军，之前1个多月里做出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决定要打一场跨国官司，堂堂正正的把车子给要回来。而这场官司的被告不仅是那家销赃的二手车行，还有多伦多警方、加拿大边境管理局以及背后那个神秘的跨国盗窃走私团伙。可以想象这起诉讼的规模会是多么庞大，将会花费多少时间以及人力和物力。就算他最后赢得了诉讼，可能车子已经到了快要报废的年限了，而花在律师费上的钱估计能把那一排的 SUV 都买下来。但是 Andrew 他没被吓退，他认为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沉默，那么只会让偷车这个事愈演愈烈。大家辛辛苦苦挣钱买车，到头来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就算这场诉讼要持续几年甚至几10年，哪怕要打到他儿子那一辈儿，他也要打；哪怕变成愚公移山祖传官司，他也要打。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 Andrew 宣布提出诉讼后还不到1个月，事情就出现了转机。加拿大联邦政府将汽车盗窃列为国家级别的安全危机，和几年前的新冠疫情享受的是同样的待遇。当然了，这事儿可能大概率跟 Andrew 的诉讼没有直接关系，主要原因是偷车贼这次偷到了国防部长的头上，而且还不止一次。根据媒体披露，加拿大前后2任防长的公务用车都被偷过，最夸张的是近2年被偷了3次，而最后一次
不仅是车子没追回来，里面放着大量有关国家防御、军事计划等机密文件，也跟着一起被一锅端了，如同一颗随时会被引爆的安保炸弹。你想想，如果落到恐怖分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还是那句话，国防部长居然能把重要的文件和钱包放车里不管，这个双伤啊，实在是令人堪忧。而这也终于引发了国家安全局、皇家骑警以及地方警察的重视。在行动开始不到2周后，安省警方就高调宣布，已经一口气逮捕了34名偷车团伙成员，算是这几年少有的一次针对此类案件的重大胜利了。不过当提及是如何抓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警方的语气则略显尴尬。他们呀，是在接到报案后，在高速上截停了一个正从多伦多开往蒙特利尔的运输被盗汽车的车队。哎，对，您没看错，他们偷来的车啊，已经等不及用铁路集装箱或者是大卡车来运输了，干脆找了几十号人，靠人海战术把车子呀开到蒙特利尔的港口去。这么一个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行驶在高速路上，有的还挂着被刻意涂改甚至刮花了的车牌，引起了其他司机的怀疑，于是报警。不过警方自己也承认了，说因为这里头很多司机都是临时请来只负责开车的，并不知道自己在运送赃物，所以呢起诉的难度相当大。30多号人中，最终能够被定罪的可能只有2-3个人而已。而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就算被判刑了，很可能就是坐牢不到1年就被放出来了，往后余生还有几十年可以偷啊。为此呢，保守党议员就提出应该修改法律，加大对偷车贼的惩罚力度，以儆效尤。那这个惩罚力度有多大呢？连续3次因为偷车被捕的话，那么判刑将会从3年起跳。只能说啊，这个惩罚标准就算是训狗，连狗都不带怕的。当然了，也有网友在底下的留言中啊，另辟蹊径，提议说应该对这些人进行查税，肯定是一逮一个准儿。而比起警察那种不痛不痒的打手心式的惩罚，也许国税局才是能让所有加拿大人觉得闻风丧胆的机构。其实啊，即使联邦政府出手了，盗窃的问题也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能彻底解决的，仍然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啊，还是想提醒朋友们，有车库的呢，尽量停车入库，保险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周全一些。也许面对时间、财务上的损耗，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才更让人头疼。也许我们中的很多人最后还是会选择最经济的生活方式，或者向偷盗行为做出某种妥协。但是啊，我们仍要向如同车主 Andrew 那样的倔强孤勇者致以敬意。就像是美剧 Beef 里头男主 Danny 说的 That's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today, man. They want you to feel like you have no control. 感谢收看艾玛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